就是一倔老头，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好吗？放心吧，我是有分寸的。好，那我就走了。小心点啊。我知道。子柔，照顾好少奶奶啊。少爷再见。子柔，跟我进来。东宫少佐，鉴于你曾是皇姑屯事件的英雄，又是满洲国开拓之父，我很尊重你，但是，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的人格，更不允许你批评我佳木斯宪兵队的工作。佐藤队长，难道宪兵队想推卸责任吗？不是推卸，是因为没有你所说的责任。好，我让你知道你的责任。为什么抗联的炮火能够非常准确地瞄准我火力位置？为什么他们能够轻易越过开拓团的壕线？为什么在我接电话的时候，电话突然断线？为什么他们精确地知道开拓团的粮食和药品的存放地点？为什么？报告，应该我来问你。若不是开拓团里混进了共党的地下人员，他们能做到这些吗？若不是共党地下人员把开拓团的重要情报送给抗联，他们能轻易得手吗？你身为宪兵队长，破获共党地下组织和电台，取缔在大日本皇军中活动的一切共党组织和个人，是不是你的责任？面对如此失职之错，你不仅不痛悔，反而怪罪我开拓团，责备我挺身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报告！多谢指教。英子，我马上去找熊本将军，制定报复计划。嗨。报告，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莅临，在宪兵大队等待。司令官。是。真的，少奶奶，你没骗我吧？我骗过你吗？不过你得保证，绝对不能说出去。也包括少爷吗？任何人。您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要能见到小刘，我做什么都可以。怎么这么想见到小刘啊？是不是喜欢他啊？天下有那么多好男人，为什么就喜欢小刘呢？少奶奶，在帮助小刘的那些天里，他给我讲了好多抗联的故事。他告诉我，就在咱们佳木斯的大山里，就有虎军的钟师长、管副师长，小鬼子可怕他们了。别看小鬼子他们现在凶，我们的人马一定能够把他们打败。对了，少奶奶，小刘可说了，这些可都是抗联的秘密呀，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秘密。子柔，你真的长大了，也成熟了，再不是那个失去母亲以后就知道哭的小女孩了。少奶奶，你说你能帮我打听到小刘，那怎么能找到他呢？小刘的工作很隐蔽，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所以我们要找些朋友帮忙，让他们帮我们一起找。好，你说怎么做，
我就这么做。天色晚了，少奶奶，您早点睡啊。我先走了。哎，对了，少奶奶，我跟你说的这个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呀。秘密。小林，小林，小刘，哎，人哪儿去了？小林，小刘，小林，小林，小刘，嘿。这帮小兔崽子，你严重违纪，此密点取消。为了安全，命你原地等待通知。雪蚕。佐藤少佐的荣誉，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你们大家的。雪英子，司令官，也是你的。司令官，英子不配司令官夸奖，英子有重大失误。你做的很好，我已经从东宫少佐那里了解到了事情真相，你做的非常好，不必自责。由此看来，佐藤君对敌人电台通讯的猜测是正确的，只不过我们晚了一步而已。中国有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既然我们已经能够侦测到敌人电台的信号，我们就有可能彻底破获它，彻底摧毁它。我专程从新津赶来，就是为了给你们鼓气，让你们看到成绩，加强信心。司令官阁下，我们有信心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译共党密码，找到电台。好，今天我就不回新京了，留在佳木斯，和你们一起共进晚餐。让司令官费心了，多谢司令官厚爱。
好看吗？你看，你已经回来这么早，好不好看呀？我问你呢，你看看。怎么又买东西了？哎，你穿上试试，穿上试试，肯定好看，相信我。来，你试试。我不试，我不想试。哎呀，我给你试一下嘛。是啊，你怎么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哪样了？现在国难当头，日寇当道，东北甚至整个中国，所有的爱国青年都在为了救祖国、救民族而拼死。可你呢？你整天生活在个人情调当中，卿卿我我。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故意麻痹自己的心灵，还是你真的甘心做一个亡国奴？你从前的热血和勇气都到哪儿去了？你的五四精神都到哪儿去了？雪岩，我觉得你骂的特别好，可是我想问问你，是谁把东北让给了日本人？是谁呀？不是我们，是无能的政府，是那些军阀，是东北军，是那些吃皇粮的军人，是他们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能怎么样？跟日本人斗啊！我不想当亡国奴，可我告诉你，雪岩，我的心确实麻痹了。在这个乱世中，我只想尽我所能保护我的爱人，保护我的妻子，保护我这个家，我觉得足够了。没有国家哪有小家？家就在这儿啊！我爹在乡下和城里都有产业，日本人来了没敢把我们家怎么样啊，对吧？而且爹在警察局还给我找了份差事，把你安排在学校当老师，这有什么不好？家就在这儿啊！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对你们家不敢怎么样吗？为什么？因为你爹在给日本人做事。你那份所谓的体面工作，那是为虎作伥，是帮着日本人杀害中国同胞，你知不知道啊？甚至我们学校，学校怎么啊？他们要求所有的师生用日本话教学，所有的人、所有的小孩、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生都说日本话。你知不知道，想让一个民族消失，首先是让他的语言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醒醒吧，子轩，你醒醒吧！
仙女终于回来了，我是多么高兴！在她离开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坚信她会回来的，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的爱情是那么的深。只是我觉得我的小仙女有一些怪异，说不出来哪里与以前不同。她比从前更健康，更迷人，但性格却像一匹倔强的小马，完全不服我的驾驭。不过话说回来，我从来都没有驾驭过她。是。千伯，你怎么在这儿？我出来小姐，见少奶奶您开院门，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过来看看。少奶奶没事儿吧？没事。
让让让让！烟土来了，烟土来了！驱出来了。你们怎么不等我来就动手了？有事吱声啊！好，辛苦了。老爷，少奶奶，好消息，康莲又打小日本了。老爷您看呢？啊，把我眼镜拿来。我看看是什么事儿啊？哟，抗联袭击，皇军死伤过百啊！哎呀，抗联厉害啊！哎呀，咦，自柔啊，你不识字啊？你怎么知道这是好消息啊？卖报纸的人告诉我的呀。卖报纸的说的。啊，卖报纸的敢说是小日本，敢说抗联，这是好消息啊？怎么回事？啊？是我自己说的。大胆！
从佳木斯到滨江，经奉天转新京，有6道关卡，10多次倒手，利润暴涨9倍。这样的生意还不够特殊啊？不是，你到底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明白呀？爹信不过我，我就不问了。不过，您那批放在城南仓库里的货，既不划算也不安全。你想啊，你每天得付高额的利息，还有就是海关局随时都可能抽查。如果你没有海关的特许，那批货想进奉天和新京，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怎么知道的？好歹您儿媳妇在外面闯闯荡荡几年，著名记者的身份也不是浪得。想查点什么东西，这点调查力还是有的。那你告诉我，爹的这批货怎么才能顺利出关呢？交给我，3天之内办妥。雪岩，如果你能在3天之内把爹这批货顺利送出关，那我马上让子轩跟你圆房。谢谢爹。其实不仅只是这批货，以后爹的每笔生意，我都能保证您畅通无阻。可别打妄语啊！我打过妄语吗？我拭目以待。您等着听信儿吧。好。一会儿啊，我跟子柔出去一下您就照顾好自己啊。好，没问题。让子柔陪你好好玩一玩，好好散散心啊。玩什么呀？得给爹办事儿。报告，科长，您出门拜访的时间到了。是啊，多谢提醒。这些东西不能有丝毫挪动。我回来后继续工作。是。盖上。
队长，停车！发皮鞋了啊！不用找了，发皮鞋！别看了，我们进去吧。哎，擦皮鞋了啊！擦皮鞋！哎呦，小姐，欢迎光临呐！欢迎光临。刘老板生意可好啊？哎呀，托小姐的福啊，还过得去。啊，小姐需要点什么？我今天来随便看看。哦，我这有苏州来的纯发，与小姐这样美的身材啊，很配呀。真是过奖了。坐。外面那个姑娘可靠吗？非常可靠，特别行动队的小刘就是他私自救下来的。是吗？好样的！我什么都没跟他说，他也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带他一起出来，进出曹府比较方便。这次行动非常成功。这次行动非常成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影响，而且还得到了部队越冬所需的粮食。太好了，那大部队都安全转移了吗？已经安全撤回山里了。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得到急需的医疗用品，特别是消炎药，一直也没得到。为什么？在争夺药品时，敌人抢了先手，把卫生室炸了。炸了。粮食短缺，可以向老乡和民间的抗日武装筹措。可是消炎药、麻醉药都属于敌人特供品，特别难弄。是啊，薛三同志，其实我们经过多方努力，已经筹措了一批药品。是吗？只是敌人盘查得太严，一直没办法送出城去。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把这批药安全地送出城去，送到山里？我试试吧。还有，我可以启用 A9001 密码呼叫吗？ A9001 是旋风的密码吧？对。你可以启用，但是要绝对保证安全。是。他怎么知道我在做烟土生意啊？抽屉是锁着的呀。难道他偷偷来过？
敌人遭受到这次打击，很可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有消息要及时汇报。看看这个，这个是我整顿特别行动队的一些设想，可能大家起初会觉得不太适应，但是都是以当前的形势为转移的。如果组织上同意的话，我就分派下去，逐一检查，一一落实。早就听说雪蚕作风强硬，通过几次接触，感同身受，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我知道您一定会对儿媳产生好奇，恕儿媳暂时不能告诉您真相。不过，只要您能够容忍儿媳的任性，儿媳保证能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您是老特科了，我只是一个新战士，对吧？如果在工作上我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您还得多多鞭策。你太客气了，你稍等啊。雪蚕同志，走吧。哎呀，小姐呀，真是好眼力呀！哎，这种绸料啊，
真是啊，好的不能再好了。是啊，以后像这样的好东西，您都给我留着。哎呀，您就放心吧，这好东西啊，肯定给您留着。来吧，小姐，您慢走啊。那我先走了。好，欢迎光临。擦皮鞋嘞！哎，擦皮鞋了！擦皮鞋！哎，擦皮鞋了！没关系，慢跑。我没骗你吧？少奶奶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这也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您和小刘、小林他们都是一起的。少奶奶，您让我们加入吧。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哎，擦鞋啦！香烟了哎！擦皮鞋！擦皮鞋喽！检查完毕，编号3908-44790轻机枪不能激发的原因，其撞针被人为磨损。编号3908-5327轻机枪炸膛原因，系枪膛有异物填充所致。报告完毕。人为磨损，枪膛异物，为什么？团长，我明白了。明白什么？破坏者一定是一神枪。一神枪。命令：封锁牛头村，搜捕一神枪。嘿，东宫少佐，一神枪是什么人？报告石团长，他是救过我性命的人。哦，是你的恩人？是我的恩人，又是大日本帝国的仇人。石团长，这是卑职拟定的对抗联袭击我开拓团的报复方案，请石团长过目。你告诉我，要我第4师团怎么配合？抗联想阻止我垦拓事业，我偏要加倍发展，请将军配合卑职，把开拓团附近的牛头村、大黑村、龙湾村全部照相。通通的划进我的迷荣村。照相？非常的好，照相。
正是来报复他。你带着大伙赶快走吧，到后山的雪印子里躲起来。爹，那你呢？哎呀，爹是在党的人，要和乡亲们在一起。你快走啊！不，爹，我不能走，我得跟你在一起啊！哎呀，听话！这日本鬼子就是野兽啊，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啊，万一爹要是有什么好歹，你就去投靠钟师长，知道了吗？啊，听话！爹，我不能走啊！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屋里有人吗？快，赶紧带着大伙从后门走！开门！快，去村头！快呀！快走啊！快走！开门！开门！老头，耳朵聋了，快去村头集合。家里还有人吗？早死光了。哎，走！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皇军是为了大家好。有了新良民证以后，乡亲们进城串亲戚、做小买卖就方便多了。哎，太监，人差不多了。乡亲们，这是皇军为大家提供的一个好机会。乡亲们，千万别上鬼子的当啊！快跑啊！快跑啊！谢谢你，你真是神经上，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你是日本人？老生强，您救过我的命，我得感谢你。可是你不该利用我的信任，为抗联党奸细，破坏我的机枪。我十分的遗憾。禽兽！赶紧去大北村。
子弹了，包车上去。别！别让他跑了！快！站住！别让他跑了！快！快！快追！快点！专门看护，嗨！大黑村，继续进发。走，起来！放开我！放开我！团长。啊。
抓着我这右手，哎，看见我这有老茧，就怀疑我是拿枪的。我说这左手也有啊，他就把左手拿过去，一看也有啊，哎，他就相信我是拉车的了。他哪知道啊，我是双手使枪啊。哎呀，其实啊，他们这就是瞎咋呼啊，他们什么都没发现。解释完了？啊，完了。既然雪蚕有命令，不让你们私自行动，为什么不听？不是刘部长，我这不是为了工作吗？为了工作？什么是工作？工作的前提就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而你呢？你是怎么工作的？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你这样下去非常危险。我知道，有些人啊，就是看我不顺眼，见特别行动队做出点成绩，这横挑鼻子竖挑眼啊。你擅自行动，给组织带来风险，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行了，别再说了，我知道。主要啊，就是雪蚕同志不相信我，因为我被抓到了警察局，所以就怀疑我，对不对？好啊，那就怀疑吧。不过啊，我请求组织一件事，千万别停止我工作。再给我10个人，我一定把鬼子的军火库给他端了。同志，革命不是玩个人英雄主义，你也是老队员了。那些血的教训，难道你忘了吗？这怎么成了个人英雄主义了？这。根据雪蚕同志建议，佟山浩同志如果不能做出深刻反省，就将其送回抗联，接受组织的进一步处理。刘部长，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老佟啊，这就对了嘛。我恳求你，千万别把我送回到山里啊！我在敌人窝子里干顺手了，再回山里啊，我不习惯呢。老佟啊，你必须认真反省自己的行为。你是老同志了，你这样下去，真的很危险呐。在敌人拟定的破坏中共3江临时省委的计划中，就有利用我党在锄奸中的疏忽、自我暴露，而达到破坏我党组织的目的。你想想，你这不是在玩火吗？刘部长，我接受组织对我的处分。哎呀，坐。特别行动队的工作，组织上移交给雪蚕同志领导。你先就此事写一份书面报告，检查要深刻，具体怎么处理，要听雪蚕同志的。雪蚕，明天我就要回新京了，佳木斯的治安管理就拜托你了。嗨，感谢司令官阁下的信任，卑职一定全力以赴。天皇与大本营的意图，
是迅速向中国南方用兵，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中国问题，然后挥师北上，抢在德国人之前。明白吗？卑职明白。因此，我关东军主力和一切供给保障系统都要最大化的向关外集结，不能因为地方治安拖了大本营的后腿。维护后方的稳定，要由宪兵、警察、皇协和地方武装来担任了。佐藤军，你的任务十分繁重，身负重任，无上光荣。虽然关东军司令官在伊兰开拓团遇袭事件中对宪兵队表现出了高姿态，其实他内心的痛苦和失望是深刻的，他的眼睛里发出了悲哀的信号。佐藤军，你要好自为之。嗨！少爷回来了。少奶奶呢？好像睡下了。睡吧，我也睡了。哎，少爷，您要不要吃点东西？我给你做去。你推荐的三江省协和会会长人选，曹弘毅。对，曹弘毅为什么还没有报告上来？将军，卑职曾亲去曹府拜访，并做了工作，但此人似有推脱之意。难道他连大日本皇军的话也敢违抗吗？倒也没那么严重。卑职觉得，此人甚为狡猾，而且对皇军外迁内逼，大有不屑之意。中国人的通病，他们常以上国自居，为我大和，为我矣。彼不知，早在公元607年，我大和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前往中国，向隋炀帝递上国书，书称“日出处天子，只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当即将隋炀帝气得火冒三丈。至少从那时起，我大和民族在精神上已经取得胜利。将军历史功底深厚，令卑职钦佩。曹弘毅作为新任三江省协和会会长一事，已报关东军司令官核准，他必须立即赴任，不得拖延。嘿。
子轩呐，爹跟你说个事儿啊。哎，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没什么，可能这2天太累了。是不是病了？没有，没事。什么事啊？怎么了？这件事儿啊，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我呀去巡验房间，看见我一打开就看见。不是，且不说这事儿是真是假啊，您怎么能进您儿媳妇的房间呢？不是，他把话说的那么大，这谁信呢？我就不总得证实一下吗？哎，再说，他是怎么知道我那笔生意的呢？啊？什么生意我都不知道。哎，这个做生意的事你就别问了啊。我觉得你媳妇儿的人际关系很复杂呀。哎，我就问你，你对你媳妇儿的背景你知道多少啊？啊？这么说吧，您知道多少，我知道多少，我哪知道？是，那算了，没事，你先睡吧啊。双密钥，大密钥量，非对称密码体。难道共产党也掌握了这么复杂的加密方法？不可能啊！报告，科长，在高频点上，我们又监听到另一个电台在发报。哦。